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美军计划将于本周五向国会提交2022财年国防预算。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美军当下正从阿富汗和中东地区撤军，但新财年的总军费依然达到了7530亿美元，比2021财年国防预算增加1.7%。且为了遏制中国，拜登将改变美军此前传统的预算分配方式，将为核武现代化提供资金。据了解，新增的美军军费主要包括对中国的威慑成本和美国核武器现代化改造，以及提高应对未来战争的能力。除此之外，美军还制定了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行动，5年总计将花费185亿美元，用于装备的研发和未来战争武器的采购，具体会用于 F-35隐形战斗机，从原来的76架增至85架。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威慑行动与加大发展核武相比，核武对我国的危险肯定是要更大的，同时也说明了美军欲再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核武护台仍是他们的备选项。一直以来，作为全球部署核武器范围最广的国家，美一直公开坚持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这使得其他有核国家难以就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达成共识。实际上，不管是维持总体战略平衡，还是维持看似管用的战略含糊，美国的核战略在本质上都是完全矛盾的。把毁灭性力量近乎无限的核武器引入有限的常规战略博弈，根本达不到所谓的战略平衡，只会破坏建立平衡的可能性，刺激无核国家核扩散或有核国家升级核武库，使国际社会继续处于核战争的阴影下。尽管通过制造最大程度的不安全感让美国获得了暂时的优势，但从长期来看，模糊战略也在最大程度上破坏了国家间的信任和合作基础，最终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囚笼困境，就像是科幻小说里面所讲的黑暗森林法则。当你感到不安全时，你越是把猎枪对准别人，就越会有更多的猎枪对准你。你害怕丢掉你的猎枪，但是你越害怕丢掉它，别人就越不会放弃将手中的猎枪指向你。而这就是美国核战略的真实写照。为此，中国有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坚持核武够用就好原则。不过就目前而言，还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主张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现实相吻合。要知道，在美国挑逗下，美国的许多盟国也加入了恶华阵营，因此中国需要再次谨慎地扩大核武数量，以遏制某些西方国家的对华冲动。一艘俄罗斯海军侦察船在过去几天一直在夏威夷的西海岸航行，最近距离夏威夷考爱岛只有13海里，而这里正是美军在太平洋导弹靶场的所在地。自由航行这个词儿近些年来都被美国挂在嘴上，打着这样的幌子频繁来南海恶心中国，挑战中国的底线。如今天道好轮回，也让美国尝尝被恶心的滋味。俄军侦察船只在夏威夷西岸，这让美军不敢放松警惕，着实令人大快人心。对于美国这样的流氓国家，就必须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说此次不是我国的军舰，但对国人来说也有狠出一口恶气的快感，同时也是给中国上了一课。此方法值得中国借鉴。对于俄罗斯的此次举动，分析认为该国很可能是为了报复美国。据悉，本月初，美国海军警卫队和乌克兰舰船在黑海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本就紧张的情况下，美乌进行联合军演，显然是给乌克兰撑腰。可话又说回来，这次俄罗斯侦察船摆明了是大张旗鼓地闯入夏威夷，逼近美军在该地区的导弹靶场。为什么美国不仅没有对俄罗斯发出谴责，美国媒体还声称符合国际法？援引一名官员的话来说，俄罗斯侦察船的活动范围位于国际海域，不会对航行活动造成任何的危害。自由航行向来都是美国给自己用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美国的性格。加上拜登怎么可能当危险逼近的时候还表现出十分温和的模样？至此，这背后必定有上不了台面的原因。此前，美国多次向俄罗斯发出会谈申请，并在商讨后最终敲定于下个月16号双方进行首脑会谈。在这种情况下，拜登自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对俄罗斯恶语相向。这么说起来，一向嚣张的美国如今也有了忌惮。当然，不希望破坏美俄会谈是真，缓和两国关系，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也是真。拜登此次反应如此温和，让我国人提高了警惕。或许美国的枪口早已经瞄准了中国。在此之前，拜登刚取消对北溪2号天然气的制裁，当时在外界看来就是缓和美俄关系，拉拢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或许正因为如此，普京算准了美国不会拿俄罗斯怎么样，才会光明正大的闯夏威夷。不得不说，拜登可谓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给足了俄罗斯尊重。
接下来就看普京接不接美国这招了。还是那句话，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不管怎么样，我国都需要时刻警惕，做好一切应对准备。此前，菲律宾频繁就牛阿胶事件做文章，导致该地区局势日益紧张。如今好不容易逐渐平息，菲律宾于近日再次掀起大动作，这次直接踩到了中国红线。据悉，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要升级中业岛上的站点，建设后勤中心。与此同时，计划安装高分辨率监控系统。为此，菲律宾把马拉帕斯卡号巡逻舰、加布里埃拉西朗号巡逻舰以及卡夫拉号海警船部署在了中业岛附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指出，其目的是海上搜救和救援。事实上，这并不是菲律宾第一次就中业岛挑起事端了。早在2015年，47名菲律宾青年登上中业岛宣示主权，同时中方就已经对此回应。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业岛则是南沙群岛众多岛屿中的一个，中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违反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武力非法侵占中业岛等多个中国南沙群岛的岛屿，甚至不顾中方警告，在上面大肆部署武器装备，建设相关设施。如今菲律宾大举增兵中业岛，再次就该岛屿制造紧张关系，光明正大踩中国红线。5月27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再次作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在其侵占的中国岛礁上进行非法建设，中国军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两个坚决，一个坚定，中方如此掷地有声的警告，可谓是前所未有。从这也足以说明中方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倘若菲律宾继续打中国领土的主意，解放军必定使用武力手段。当然，强势的外交语气不一定能够让菲律宾醒悟，却能让菲律宾背后的人恐慌。在大国竞争战略的推动下，菲律宾国内的一些亲美势力蠢蠢欲动，不断迎合美国叫嚣中国。菲律宾从不断向中国靠近，到现在态度突变，或许与菲律宾明年举行的新一届总统大选有关。毕竟国内亲美势力可不少，在此背景下，菲律宾释放的友好信号正中美国下怀。在对华战略政策上，菲律宾是关键一国。要知道，美国迫切地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企图在海上、陆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拦截。在美国的支持下，菲律宾有了蹬鼻子上脸的底气，大肆炒作牛阿胶，现在还企图在中业岛建设相关设施。可令菲律宾、美国都没有想到的是，中国这次的警告非常严厉，一副菲律宾不听劝就要挨打的样子，让美菲都意识到，倘若再不停止危险动作，继续踩中国红线，中国填岛的机会或许就要来了。届时等于是在逼中国动武收回中业岛。